这个米雾45瓦小魔方充电器核心结论就一句：小体积不是噱头，降额使用大功率的电源架构，确实能把45瓦当长期功率来跑。稳不稳不靠宣传口号，它的实测曲线、文波和满载持续输出已经把答案给出来了。哥们大家好啊！在测试片里，这个充电器给人的整体印象，体积很小，输出表现比较稳定。无论是安卓 PPS 还是 iPhone 的 PD 充电，功率平台都比较完整，长时间满载它也没有掉档。在不到40立方厘米的体积里，它是怎么把功率、温控和输出质量这几件事同时压住的？是电源架构本身选得稳，还是关键器件给的足？也或是在控制策略上做了比较克制的取舍？所以这一期拆解，我们用电路和用料去解释测试片里看到的每个现象。这根线材它内部是没有108克芯片的，最高只能支持到60瓦。我还是给大家做一个拉力测试吧。这根线材经过3次拉力测试，平均下来的话，拉力为 32.1 公斤。我们把外皮剥开，看一下内部的线芯配置。这个是外部的编织网细节。拉力测试的时候，大家也看到了啊，这个弹力非常好。这个是一种黑色的硅胶线啊，粉末是可以捏碎的，证明这个是带硅胶材质的，没有屏蔽层，没有屏蔽网。这根裸露的线为负极，红色为正极。信号线一共3根， D 加 D 减和 CC 线。可以看到这个线芯内部是有康纳纤维的，如果外面再配康纳纤维的话，这个拉力就会强很多啊。这就是这根60瓦的 CC 线，大家觉得这个配置怎么样？我们现在对这个米雾45瓦充电器本体做个拆解啊。还是那句话，充电器拆解有触电的风险，请大家不要模仿。大家都知道，我拆解先要用这个撬棒来试一下，看能不能直接把它撬开。撬不开的话，咱们再用切割机来直接切。我们先把这个面板撬开看一下，这个是粘上去的，粘得非常牢，整张的双面胶。直接把这个折叠插脚模块给它撬出来，模块底部贴了一张隔热的双面胶，用2颗螺丝进行固定。触点的簧片为铁质的，主板上面2个触点在这个地方。我们用钳子把这个模块给它拔出来。大家看这个散热胶，底部和顶部都是打满了的，充电器内部也是灌封足了的，该打散热胶的位置都有啊。侧面还贴有散热硅脂贴，这面也有一张。整个充电器由2片主板构成，呈 L 型堆叠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壳体，还有这个模块，确实是把内部的空间用到极致了啊！内部可用的空间几乎都是被用完了的，才可以做出这么小的体积。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模块，然后把它全部打散，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。外壳打开，板子摊开之后，这颗米雾45瓦给我的第一感觉，它不是那种看起来很满但细节很松的板子。在测试片里的那些表现，小体积还能稳，满载能一直跑，文波看起来这么平，这些问题不在一句用料好，而是在几个关键点的取舍上。输入侧怎么把噪声和浪涌压住，高压侧怎么处理尖峰和应力，输出端怎么把损耗、热量、文波真正的兜住。接下来我们就沿着电流路径往里走，把这几个关键点看明白，就会发现它能做到现在的表现，并不是靠运气，而是靠工程选择一步步堆出来的。兄弟们，先看交流输入到次级这一段，它决定的是充电器能不能稳，能不能长期跑。首先是深圳蓝宝安科电子 3.1 弯250伏贴片保险丝，用于过流保护。蓝宝安科2010年成立，主营保险丝等保护器件研发销售。再往后是一颗小型共膜电感，配合一颗绿色的 NTC 热敏电阻。共膜电感管的是传导 EMI，NTC 管的是上电浪涌。整流用的是深圳沃尔德实业出品的4安1000伏的贴片整流桥，将交流电整成脉动直流。沃尔德2010年成立，主攻半导体分立器件研发与销售。
高压储能用到东莞君康电子4颗高压电解电容并联，总容量79微法，耐压都是400伏，旁边再加1颗工质参谋电感，4颗并联分摊文波电流，拉低 ESR， 热量更好摊开。君康电子2005年成立，主营铝电解电容的研发与销售。这个充电器电源主控是重点，采用的是深圳英吉星科技出品的 IP2075-38D 和风氮化镓 QR 反击主控，并配备 RCD 尖峰吸收电路。这颗100瓦级别的主控芯片，开关损耗低，控制策略空间大，再用 RCD 把漏感尖峰吸收干净，开关管的应力不被尖峰拉爆，长期稳定性就更容易兜住。大家要记住啊，这是100瓦级别的电源主控，是降额使用。充电器的变压器，磁芯采用的是 ATQ19 进行扰制，次级输出引脚2个，初级引脚4个，包含辅助供电。安规隔离采用的是四川特瑞祥科技出品的1000皮法，贴片是陶瓷外电容。特瑞祥2014年成立，专注被动元器件研发与销售。反馈光偶用的是台湾兆龙科技出品的 CT1018。兆龙科技2011年成立，主营红外器件与光偶等元器件。过了变压器次级，接下来是效率、发热、文波以及协议执行的关键电路。同步整流还是英吉星科技出品的 IP2008 同步整流控制器，跟主控 IP2075-38D 配合使用，造就这款充电器 0.06 瓦的超低待机功耗和不错的转换效率。同步整流控制器驱动江苏节节微电子出品的 NMOS 开关管做同步整流，型号为 SLJMSL1009PG。节节微电1995年成立，主营功率半导体器件研发与销售。输出滤波用的是湖南益阳万金源电子出品的 PZ 系列560微法25伏固态电容。万金源2005年成立，主营铝电解电容与固态电容研发销售。前面测试片文波平直稳定，就是来自这个充电器不错的 PCB 布局和环路补偿，加上固态电容的 DESR 照旧。协议芯片也是英吉星科技出品的IP2723T， 它负责 PD、PBS 等握手与档位调度，再配合一颗思印 3020M 的 V-Bus 开关管，厂家没有查到啊，做输出通断与异常隔离。协议芯片负责谈判， V-Bus 开关管负责执行与隔离。2010采样电阻负责电流闭环与保护阈值依据。充电口旁边4颗奇纳2节管负责静电，用以保护协议芯片。小体积方案最怕的不是功率不够，而是控制不稳。而这台米雾40瓦在实际测试上比较稳定，说明它的采样回路、V-Bus 控制以及保护动作阈值都做了比较成熟的调教。所以你看到前面测试片的表现，本质上是控制策略稳，损耗压得住，不是靠堆料做出来的。这一期米雾45瓦测试数据和拆解证据放在一起看，结论就是它能稳不是运气，是方案和调节共同推出来的结果。电源架构用的是英吉星 IP2075-38D， 100瓦的方案，降额使用，冗余度是足足的啊。4颗电解并联做了79微法的无线储能，输入端又把浪涌和 EMI 的基础盘打好，这些组合在一起决定了它45瓦连续输出2个小时10分钟不断档，这不是能跑一下，而是能一直跑。再看它的输出质量，整机全套的英吉星方案调教到位，与 V-Bus 充电口控制、采样保护，把握手、限流、异常动作收得更干净。对应到测试就是文波在各档位都是线性抬升且平稳不乱跳，满载最高也是在国标线内，手机实测温升也比较克制，日常充电基本上在37到39摄氏度附近。还有一个细节加分项就是它的待机功耗。0.06瓦这种待机功耗，通常意味着这套英吉星方案轻载策略、辅源消耗和整机漏耗没有敷衍。它不是只把满载做漂亮，连插着不动的功耗也认真的算过。这个米雾45瓦小魔方充电器核心结论就一句：小体积不是噱头，降额使用大功率的电源架构，确实能把45瓦当长期功率来跑。稳不稳不靠宣传口号，它的实测曲线、文波和满载持续输出已经把答案给出来了。测试为了了解，才是为了真相，认真测载客观输出。我是李火车仔，非常感谢各位兄弟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有你们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动力。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